次日就宣告开庭，并且将大西路的棺材搬到堂上，开棺验尸，验出死者头部有斧劈痕迹，结果小徐杀人罪名成立，不准保释。第二天，各报又大登特登，都销路大增。那天晚上，舞女陈云长还到百乐门去上班，突然有无数新闻记者包围着他，问长问短，令他无法周旋。时报记者给他看了一张开棺验尸的照片，他也觉得小徐太狠心了，但他对记者并无表示。舞女陈云长回到家中一想，此事牵涉自己头上，日后一定会被召出庭作证。次日，各报都登出舞女陈云长的照片，他一看不走不行，于是就避风头避到他的家乡嘉兴去了。徐乡孙又叫史志富四处活动，并且说小儿子关2年3年倒无所谓，只要不判死刑，倾家荡产在所不惜。于是史志富又去恳求潘达，潘达说，承审的陈推事我向有往来，我倒可以为你去讨情，讲定要黄金60大条。后来初审判决误杀罪名，小徐入狱3年。料不到判案之后，报纸上大肆攻击，而且字里行间隐约指出这是贿赂公刑的结果。罗君强此时竟然拿出青天的作风，把承审推事陈某加以扣押，提起公诉，而且还将陈押入看守所，与悍匪丁锡山同押在一室中。陈、丁2人密商之下，丁锡山要他10条黄金，当晚就买通狱卒，2人逃之夭夭，于是案件就闹得更大了。2审开始，换了一个法官重审这个案子，结果改为谋杀。一连开了几庭，徐乡孙仍想用银弹政策，但是这个推事吓得不敢接受。那时节看守所腐败得很，罗君强怕小徐也一走了事，于是每晚加派税警团团员2名，睡在小徐的囚室中，使他无法动弹。2审判决，小徐被处死刑，后来虽上诉到最高法院，最终却仍然维持原判，结果受绞刑而死。写到这里，我又想到因果律了。一般人囤米囤煤虽然可恶，但比囤药好得多。从前一箱金鸡纳霜不过24元，内有100瓶，每瓶1000粒，凡是到内地去的人一定要买一大批。徐乡孙家中堆满了金鸡纳霜，每天只限出售4瓶，价值论粒计算，每粒不知要多卖多少元。还有奶粉，他也囤了不少，价格也要卖上1000万倍。法国914市上早已绝迹，他卖的都是假货。像这样一味囤货，不顾人命，会有好结果吗？再说舞女陈云长，他心有内疚，要不是他硬要小徐送貂皮大衣和名贵手表，也许不会闹出2条人命来。而且在审案时节，嘉兴人都传说罗青天一定要他出庭作证，他虽避到嘉兴，心中却老是慌慌张张。若想逃出罗君强势力范围，只有逃到广州。想到这里，他就毅然决然离开嘉兴。到了广州之后，他参加华美舞厅，改名换姓，重披武山，生涯也不恶。可是他得了严重的神经衰弱症，夜晚入睡之后，常见到小徐的鬼影追随不舍，总是从梦中惊醒。后来广州吃紧，他又逃到香港，住在跑马地，晚上到石塘嘴凯旋舞厅伴舞，但此时已容光消失，收入微薄，生活极感困难，同时又吃上了白粉。深夜一回到家中，总是看见小徐坐在房中。
这样见神见鬼，神经极度衰弱，有一晚就死在街头。如此收场，亦云惨矣。史志富后来也发了财，专收女灵为弃女，称为标准过房也。他还用银弹政策，将一箱箱西药献赠市参议员支配人。后来他当选为市参议员，又重任西药业国大代表。嗣后政局变动，他搬到台湾，开设联合药房。几年前患肠癌而死。又案罗君强亦死于上海提篮桥监狱中。